杨永信到底是谁呢？咱们来看看百度百科的介绍啊。百度百科上是这么写的：杨永信1962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临沂市第4人民医院副院长，临沂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主任，本科学历、学士学位，被称为全国戒网瘾专家。他是怎么火起来的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防网瘾的治疗方法就是用电击啊。什么是电击？不用解释吧，就是给人身体通电啊，用电击打。所以这么多年呢，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今天讲的这个呢，是我这2天看到的一篇文章，是在微信公众号今夜90后上面发布的啊。这篇文章呢，是一个杨永信网戒中心的亲历者，我们来看看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件什么样的故事。他说呀，我来自山东，今年快30岁了，从杨永信的魔爪逃生至今一晃已经是10年了，是时候把我的故事拿出来说一说了。我是哭着写完的，篇幅比较长，都是我的血泪史。从小我就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由我的爷爷奶奶带大。那一年呢，人们手里还是诺基亚，北京奥运会刚刚举办。很快我毕业了，步入社会，我对新生事物都很好奇。当年的电视呢，都在妖魔化网络，时不时的还会爆出某某因为通宵上网猝死的新闻。网瘾这个词儿开始被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起来。我从那时候啊开始做淘宝，早期的人呢都知道淘宝特别好赚钱，但我爸妈很反对，他们觉得一定要有稳定的工作，劳动才能创造财富，让我找一个体力活干。我觉得开淘宝很轻松，又能赚钱，没有同意。那段时间呢，我爸生意不景气，我妈长期休息在家。有一次我爸看见我坐在电脑前，就从厨房拿了把菜刀，从5米以外砸了过来。还好我躲避及时，不然脑袋就被砍掉了。菜刀正中显示屏，裂了一条缝，我就推了一把椅子。他勃然大怒，说你小时候那么听话，现在因为上网学会打爹骂娘了。这也成了他日后认定我有网瘾的原因。其实人跟动物一样，不断有人攻击你，本能的反应就这样。相比我爸的暴力，我妈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因为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所以和他俩比较亲，我妈非常嫉妒。她说过一句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跟小孩吵架也是一种乐趣。那回和我爸发生争吵之后啊，我妈经常没事就进来摔一个电脑，砸一个显示屏，目的只有一个，让我跟她顶嘴。很多人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可事实就是这样。我对她说，你还不如给我几巴掌呢，这些都是用钱买的，我又不是很有钱。逢年过节，我爸妈就把我骂得一无是处。他们经常说，人只要摸一下电脑，脑子就会出问题，只要摸电脑超过1个小时就会上瘾，还说我畜生不如，网络成瘾。连爷爷奶奶也站到他们那边。从此以后，我就成了大家批斗的对象。虽然我在开淘宝赚钱，但没有任何亲戚相信我，因为年长的人就是权威。这之后啊，只要是走亲戚，我都不参与了，因为我觉得去了会丢脸，会成为大家批斗的对象。但这又让我爸妈抓了个小辫子，他们骂我电脑太害人了，有些人摸了下电脑啊，过年过节都不来了。有一回我去朋友家上网，他妈进来了，跟我说，有些游戏啊，我儿子要玩的，
不要删除。我瞬间眼泪就来了，同样是家长，为什么区别就那么大呢？朋友爸妈见人就夸他们儿子多孝顺多懂事儿，如果我的爸妈也这样对我，我保证每天给他们磕头。就这样，我和爸妈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终于到了爆发的边缘。有一回我爸说，如果你再碰电脑，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那时候啊，我收入已经很好了，一个月能赚大几万。我说行啊，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儿子，我就搬到外面住。没过几天，我妈找上门了，她让我搬回去，说这样感情会淡，我没有同意。再后来，大家都知道我去哪儿了。那是一个很低级的骗术，但我信了，只因为骗我的人是我亲妈。她说临沂有个亲戚病危了，我们去看一下，然后我就跟着去了。去的的确是一个医院，但那是一个精神病医院，臭名昭著的临沂寺院。进入医院，我就觉得情况不妙，怎么来医院看望亲戚，还有一群人把你团团围住呢？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接待，一共7个人，四周都是网络成瘾的海报。我意识到我被骗了，但我觉得还好，以为能凭自己的能力逃出去。这时候呢，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开口说，听说你网瘾很严重啊，来做一个测试，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回家了。后来我知道，这个人就是杨永信。紧接着，我被带进了一间病房，13室。从此，我开始了整整10年的噩梦。我躺在一张黑色的床上，7个人按着我，4个人按腿，2个人按手，1个人按头。杨永信带着微笑说，别紧张，测试一下。第一波电流下来，大概7秒左右，我马上屈服。疼痛感相当于给你做开膛破肚的手术，但是不打麻药，就像是传说中的满清10大酷刑，你痛不欲生，就是死不了。我苦苦哀求，能不能让我自杀？这让他很不满意。既然你连死都不怕，那咱们继续。再一波电流下来，我开始忏悔。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对，为了玩游戏，我还要杀父母。其实我说这些呀，都是为了让他放我一条小命，编造的说法。然后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要做多久啊？3600秒，现在才20秒。大伙谁都不能知道当时那种绝望。又一波电流下来，我开始说，我以前犯了太多错了，我想留下来治疗，求你救救我吧。我网瘾太严重，我出去马上给我父母道歉，跪下认错。他可能这样的话听太多了，又继续做电击，我一直求饶，他面不改色。不知道多少回合下来，他说，你知道我们这儿最讨厌的是什么吗？哈哈。按住我的那7个人这时候齐声接道，口是心非，言而不一，诚而不诺，耍小聪明。你呀，长点记性。说完又来了一波电，再然后他让我起来，说如果我不老实，一会儿继续把3600秒补完。出去以后，我马上给我妈跪下磕头。我说，妈，我错了，我想留下来。我妈很惊讶，她教育了20年都不听话，这进去才20分钟就变样了。她对这个网戒中心连连称赞，说杨永信医术高超。
后来我进了一个小屋，我一直在哭，我妈一直在笑。相比被电击，这才是让我最恐怖的事情。因为我妈对里面发生了什么一清二楚。刚进来的新人呐，都有一个老人带着，你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上厕所也不能关门，为了防止你自杀。从第二天起，我一直在寻找能够自杀的东西，但是很遗憾，除了墙壁什么都没有。我见过很多自杀方式，有喝洗洁精的，有灌洗衣粉的，有吞铅笔头的，但一旦死不了，他们要面临的是比死还难受的电击。杨永信一直说，既然你连死都不怕，你怕这些东西干嘛呀？每次有人自杀，所有人都会进去围观，很多人直接吓得屎尿不尽，再也不敢自杀，因为怕万一死不了，就要被电击。这时候肯定很多人会说，你怎么不逃跑啊？这么说吧，所有窗户都装有铁丝网，到处都有人看门。临沂寺院就是一座密不透风的监狱，出逃的后果和自杀一样。曾经有人拿着一根筷子当刀出逃，被抓回来，你想象一下他要面临的后果。我在那儿开始了长达半年的黑暗生活。有次在走廊上啊，我就随口说了一个靠，被人举报了，说我出口成脏。这一次电击比第一次轻了许多。后来我才发现，其实第一次啊是让你产生恐惧感，让你每一次进13号室的时候都有条件反射。刚进去那几天呢，我也觉得这个新世界不可思议。以前不听话的小孩在点评课上下跪忏悔，说到动情处眼泪鼻涕狂飙，家长们很满意这样的状况，所以一直很感激往届中心。求生的欲望把我们活生生逼成了演员，因为你的表现将会在下一次电击的时候体现。表现好用量轻，表现不好那种痛苦无法形容。这之后我一直在寻找有没有大蒜之类的东西，能让我点评课的时候啊眼泪流得更多，但没有找到。很多人都把自己的过去往最坏的方向说，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改造的有多快多好。有说自己出租屋里藏着几百公斤毒品的，还有说打架一次叫几千人的。他们都是10几岁的小孩啊，想想都不可能。这时候杨永信就会说，你们流入社会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我做的是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啊？然后这时候所有人都会鼓掌，掌声如雷鸣般一样。住了没多久，我就发现被送来的很多都没有网瘾，所谓的网瘾只占10%。网瘾只是一个幌子，包治一切不顺从才是真的。大部分小孩只是不听爸妈的话，还有不少是被自己老婆或者老公送进来的。收治年龄范围最小的才10岁，最大的已经80岁。很多成年人呐，以为自己40、50岁了，不可能再被抓进去。我告诉你，我见过65岁的老人，因为没文化，他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更不可能玩游戏。点评课上，这么一个花甲老人哭天抢地地说，打麻将也是一种网瘾，我有网瘾，我有网瘾，求杨教授救我，救救我。有一对夫妇啊，老公要跟老婆离婚，老婆不同意，就把老公送进来了。才进来2天，
他就兴奋地对身边人说：“我终于体会到做女王的感觉了。”他现在每天都会给我洗脚，睡觉给我按摩，骂他不会还嘴儿，就像我养的一条狗一样。有一回点评课，杨永信让他发言，他说：“我跟我老公结婚几年，从来没感受过爱。自从来到网戒中心以后，我发现他真的很爱我。”他话还没说完，那个男人马上冲到他面前，下跪磕头：“我错了，我错了，老婆，求你原谅我。”这时候杨永信说：“这是不是又拯救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啊？是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啊？”哈哈。这时候掌声会再一次响起。也有极个别的家长良心未泯，在孩子被电击之后执意要带孩子走。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个孩子被解救了，但这恰恰是悲剧的开始。杨永信会让其他的家长来说服这个家长，听完一节点评课再走，愿意走没事，听完这节课再走。接着那些家长会抢着发言，进行批斗你孩子这不行这明显还不正常呢。必须得坚持配合，孩子才能听话，才能把这个网瘾给戒掉。这时候他们的孩子会马上跪在自己的爸妈面前，哭着求爸妈，说我喜欢这儿，求求你别让我走好不好？为什么这样？你不这么说，接着电你。最后往往这些家长就会改变主意，把孩子留下来。反正电击是免不了的，就是看你表现好吧，就轻点如果不这么做，会让你体验什么叫真正的生不如死。可能会被电击的行为里面有这么100条规定，只要违反其中1条就会被电击。比如你要是告诉爸妈你想回家，对不起，挨电。你要是笑得太夸张，这是兴奋的典型，得被电。不能一句话不说，这是逃避改造，得被电。不管多委屈都不能哭这叫自我矫情，得被电。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哭，就是点评课的时候，你感动的哭忏悔的哭这没问题。因为有的家长会因为心疼想带孩子走，这是杨永信最不愿意看见的。那么再说说的正常生活每天上午由杨永信上点评课，坐姿必须是保持均姿，坐到座位2/3的地方，不能靠着椅背这特别像我们学习播音主持上专业课的时候，上镜课就这么要求包括上电视节目的时候上镜也是这么要求，可累了凡是坐姿差的在网戒中心也会被电。上厕所，小便不能超1分钟，大便不能超3分钟，超过时间都会被电点评课开始会唱父亲母亲，还有往梦醒来2首歌。然后杨永信开始听前一天的情况汇报，被通报批评的人得站起来，下课之后得送到13号室。接下来杨永信会一个个的点评孩子们这时候就小年纪都成了演说家了，都得表现夸张一点，得痛哭流涕，说到动情的地方得给家长下跪。因为只要杨永信听得高兴了，孩子们才有可能反转，免除被电击。那么这也是网上很多人说的，里面的情况跟外面网上写的不一样。有时候杨永信自己说到动情处会放弃那首往梦醒来的歌。这时候机灵点的人会冲到杨永信面前跪下，抱着杨永信大腿在那痛哭，就在那喊杨叔叔你救救我。为什么要快呢？因为你稍微慢一点他脚底下的位置你就抢不着了。也有人动作太大，不小心把他的头发弄乱了，当场就被抬到13号室。还有杨永信的椅子是不能坐的，否则也会被电击。外界说了，说你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反抗呢？因为
人人只能自保，里边所有的秘密都公开化。每周一，所有人呢会分批叫到13号室，上周表现不好的人会被点名，一个个躺在那个黑床上进行电击。在自己名字被点到之前，所有的人都全身发抖。每个人做完电击之后呢，必须喊谢谢。有新来的不懂规矩，不说谢谢，杨永信就会说：“谁让你起来的啊？继续躺着。”然后给他强度更高的电击。甭管是谁，只要在这个黑床上被电击那么10秒钟，所有的理想、骄傲、尊严、美好都会瞬间破碎。这个朋友说呀，在这儿我们活得连狗都不如，狗还能咬人，我们只是任人玩弄的玩偶。临沂寺院呢，最恐怖的地方叫二偏，那儿关着的人呢，都是出院以后家长不满意治疗效果，重新被抓回来的。后果就是每天上点评课必须站军姿，一站就是4、5个小时。更恐怖的是什么呢？甭管你表现好坏，每天都得进13号室电击一次。吃的东西只有白菜豆腐，不放任何的调料，一吃就是几个月。说有人呢找点酱油调调味儿，当场就被抬进13号室，谁让你放酱油的？有人说了，说这些人呢肯定是做了很坏的事，家长才会再次送进来的。其实呢，很多家长啊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家长不一样啊。有个孩子每回考试都是第1，有一回呢考了一个第5，家长特别生气，就把他送回来了。有人上学晚回家了1个小时，也被送回来了。还有人路过网吧的时候呢，就看了一眼，他妈就怀疑他网瘾犯了，也送进来了。孩子们呢恐惧被电击，都变得很听话，但是家长们呢有的还会挑刺儿，追求完美。杨永信曾经就说过，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只要家长不满意，我就有能力把你抓回来。事实呢也是这样，有一回一个人逃到了西藏，他们往返几千公里，把人抓回来之后往死里电击啊。这件事情呢极大的震慑了出院的人。逃离魔窟之后，这些人呢还是继续像在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的生活着。同时呢，这也成了家长们对网戒中心忠诚的原因，因为他们沉迷在这种虚幻的亲情之中不能自拔啊！我的孩子变得这么乖了，这么听话了，太好了。还有一些呢离家出走的孩子，出于对网戒中心的恐惧，早就成了反侦查的专家，不敢使用身份证，抛弃以前的交际圈，扔掉手机卡，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在一些不需要身份证的黑工厂、黑作坊讨要生活，维持生计。大家可能会说，这是真的吗？在这些黑工厂、黑作坊，这过得多苦啊！哎，甭管多苦，都没有在这个网戒中心里边苦啊。有一个妈妈呀，已经8年多没见过自己的孩子了。她通过很多人带话，说只要你回来，我保证不送你去网戒中心。但是凡是在那儿待过的孩子们，没有人会相信父母的这些话。在杨永信事件受到关注最大的那段时间啊，也就是他上了央视节目的那一段时间，微博上呢曾经出现过一批坚定维护杨永信的水军，这些人全是家长。在杨永信的煽动之下呢，他们自发前去维护，说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特地去买苹果手机，注册微博维护杨永信。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网戒中心，没有电击，他们就没法再控制孩子的人生了。每次只要有记者去了网戒中心了啊，整个网戒中心就如临大敌，高度戒备。在这儿的这些病友们呢，人人自危啊，生怕说错一句话，记者走了，人走了，没事了，你这就得往死里电。
凡是被选中接受采访的，都是待的时间很长的。每个记者呢都会问电击是什么感受。那么有一个病友就说了，说这个治疗啊就跟蚊子咬一样，能让脑子清醒。那么采访结束呢，他就被送进了13号室。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另一个病友就说了，哎呀，这个治疗啊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特别享受这种感觉。采访结束之后也被送进13号室，理由是表现得太浮夸，看上去就假。第三个病友说了，治疗就像打针吃药一样，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过程，这才免于被送入13号室。说之前呢，还有一个重庆的大学生，人想考博士，但是家里边啊不愿意，你得先结婚啊，找工作结婚。你不听话，你有网瘾啊，送去网戒中心吧。送来之后很快就疯了，但是杨永信呢觉得他是装的，不断的对他加强电击。后来他看见每个人都下跪，见个人就抱人的大腿，说杨叔，我错了。写文章的这位朋友呢，在1个月之后当上了班委。班委啊拥有所有人的生杀大权，所以说呢，经常有人给这位朋友送水果啊，送零食啊。每到周一进13号室之前，很多人都想知道名单里有没有他，但又不能直接问，你要问吧就会被电击，所以只好拐弯抹角的来问他，说哎，我这上周的表现还行吗？如果说可以，他就会长舒一口气。每回有新人来呢，一共是7个人做接待，基本上都是班委。新人通常反应会很激烈啊，就会用绷带呢把他固定在13号室的小黑床上，等点评师来。很多网友就说你们这难道不是助纣为虐吗？但这位朋友说，在电击的阴影之下，我们残存的人性早就灰飞烟灭了。如果触犯了某一条的这个规矩，轻则电头，重则电手。电头的时候呢，是1个人摁着头，4个人摁着脚，2个人摁着手，让你动弹不得。电手的时候呢，有些人会本能的攥紧拳头，这些班委们呢就会使很大的力气啊，把他的手掌摊开。其中1个人呢会拿一张餐巾纸捂住他的嘴，怕他喊叫声太大。有时候电流太强，还会闻到皮肤烧焦的味道。说曾经有一个呀，一看就是混混的那种人，满身的纹身，走路大摇大摆的，一进去就说你们不让我出去，我就把你们弄死。结果一波电下去才5秒钟，马上痛哭流涕，说自己犯过错，我错了，我想留下来。有一天呢，天气暖和，阳光格外的刺眼，网戒中心呢来了一个怀孕7个月的孕妇。她妈妈说呢，是因为她交往了一个男朋友，父母不同意啊，就把她送到这儿了。电击是杨永信亲自做的。电击之后，几个家长就把这孕妇强制的拉到这个妇产科做了人流。写文章的这位朋友在网戒中心待了半年的时间，他说半年的时间呢，就像过了半生，说终于要离开那个网戒中心了。有人说你应该高兴才对呀，但不能高兴，否则会被举报过度兴奋，继续电击。理由是对网戒中心没有感恩之心，离开的时候应该恋恋不舍才对。走的时候呢，网戒中心的任何资料都不能带走，因为啊，怕这些人出去之后会举报。出院之后呢，所有人之间也不能联系，防止大家成为团伙联合举报。这位朋友回到家，发现做淘宝赚的几十万，在住院之后呢，就被他父亲提走了。接下来呢，他母亲就开始给他找工作。第一份工作呢，是这个工地里边搬钢筋啊，工资呢是他妈妈领的，然后他妈妈每天会给他几块钱坐公交，
不能交朋友，不能看电视，原因呢是容易让网瘾复发。说那时候他的生活基本是什么呢？坐公交，搬钢筋，回家给爸妈洗脚，睡觉之前给他们按摩。爸妈难过的时候呢，得及时安慰；开心的时候呢，要陪着笑。有人就问说，不难受吗？不难受。说比起在里面随时可能被电击的恐惧，很满意这种生活。很多人会问说，这个网戒中心呢，不是已经关门了吗？其实呢，据一些渠道反映啊，说这个地方呢还在，只不过是改了一个名字，现在变得非常的隐蔽。